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谢谢林老师然后还有这边的同仁方师兄，然后应该还要谢谢美玲因为她的介绍，然后还有林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真的是给我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所以也要非常谢谢各位，因为如果不是你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这种心灵上面的这种交流。那所以也很诚心的谢谢大家其实人跟人之间很难会有真正的认识。我记得在北投社区大学上课，然后有一个同学然后就说老师你自我介绍一下那我跟他讲说，其实那个是不是很重要，因为没有办法互相认识，透过语言那刚刚林老师太多的美言你光要比较太过称赞了。事实上是这样我跟各位都一样，在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在学习，在探索，在摸索。那也许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好像恍恍惚惚已经看到大海，那好像也恍恍惚惚感觉自己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海洋里面，那也恍恍惚惚感觉自己慢慢在融化，那也恍恍惚惚感觉自己越融化越开心，其实只是这样。那所以有这样的因缘来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很高兴。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主题了啦如果说彼此要慢慢熟悉，它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越了解自己的时候然后就越容易去了解别人。比如说今天本来有同学说希望说来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可以礼佛那如果有人觉得需要我们可以做一下礼佛的动作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说有的人到现在不一定还有不一定会有这种宗教信仰或者对佛陀的这种信仰，那也本来就无妨。其实就我的了解是这样的深入了这种生命的实相，你才有办法真正跟佛陀照面，你才会去看到佛陀。当你真正看到自己的时候，你会看到佛陀了。那你会看到说原来这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是如果这个身体的话早就灰灰烟灭了，但是他那个心灵呢，原来跟你的心灵没有什么本质上面的不同所以当有一天你认识到了自己了，其实你会真正认识到佛陀。刚来之前我就在看一本小册子那个小册子里头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偈言那个短语，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开场白。其实它里头是什么呢？一个盐娃娃，盐巴的娃娃然后他历经千辛万苦呢，然后就好不容易走到海边，然后看到大海呢波涛汹涌，他很震撼，然后他就问大海说你是谁呀然后大海就跟他讲，你来呀，你来呀，你来我这边玩啊
然后那个盐巴娃娃、盐娃娃呢，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大海。然后它越走向大海的时候呢，就越融入，越融入。然后直到最后呢，它完全融进这个大海里面了。然后他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哎，我终于认识了我自己。”他完全融到大海里面去了啊。那其实我们在人生经验里头也是这样的，有没有？我们如果固守在自己的个体的这种感觉、这种自我意识里面啊，你说谁能够认识谁，其实是很困难的。那纵使说呢，你认识的呢，其实你会发现，你认识到的往往也都只是一个人格的投射，一个人格的表象。比如说，我这样问啊，你说你会真的觉得你认识你先生吗？你觉得你真正认识你的小孩吗？了解你的小孩吗？了解你的先生吗？那你如果回答说是的，我很了解我的先生，很了解我的小孩，那你再看你认为的了解是什么？你发现你就会有个形象，有没有？有你先生的特殊的那种生活的习惯，他的脾气，他的某种人格状态，你的小孩的某种脾气，某种特殊的人格状态，有没有？那所以呢，你认为的，我们认为的所谓的了解一个人，事实上是了解到他的以为啊，用那样的方式了解到的，事实上只是他的表层，对，知道这个意思吗？他的人格啦，他的脾气啦，好不好？但是你发觉一个代志，那他到底是什么？把这个人格，把他的脾气，有没有？把这些种种都拨开之后，你发现，那他到底是什么？那你就会显得有点没有办法回答了。那他是你认为的、你认识的那个人格或者那个脾气、那个特性吗？人只是那个样子吗？或者说人是那个样子吗？生命是那个样子吗？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一连串的这个课程其实是大概朝这样的方向啊。一方面啊，增加我们彼此在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对于自己生命经验的这种穿透。那穿透这些生命的经验要干什么呢？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层面至少是痛苦跟烦恼可以降低非常多，对自己，然后也会因为自己对于人生有了更深的这种体会，所以痛苦烦恼减弱了、降低了，因此呢，也比较不容易那么不自觉的带给别人痛苦跟烦恼，因此呢，就能够走出一种比较愉悦的，然后比较祥和的，那我们世间人会讲说一种比较幸福快乐的那种人生的品质这是一面。我们希望说在这12堂课里头能够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有对于怎么样真正能够掌握到一个幸福快乐人生的这把钥匙，自己能够掌握，然后能够去开启。但是这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分享跟对话然后我们能够像那个盐娃娃一样，他至少看到生命的大海，甚至呢，他敢于跨入那个海洋，甚至呢，他会很开心的融进去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这12堂课里头希望说能够达到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可能的这种氛围这样。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这个生命的回顾跟身心安顿。生命回顾跟身心安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先来讲我那当初立这个题目的一个缘起。
在上世纪啊，大概从80年代以后呢，在美国那边兴起了很多的有关灵性的修持，包括说在临终关怀上面那他们为什么会兴起这样的一种思维探索跟运动呢？因为他们发现那时候呢有很多的那个他们叫做还魂人的，他们本来是比如说被医院判定死亡了，但他突然之间呢又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结果他又活过来了。那活过来之后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好像要跨入死亡之前呢，会有一个非常急速的非常刹那的一个时间呢，内在的一种那叫好像一种内在的反观一样的，突然之间呢看到自己呢一辈子所做过的事情，几乎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呢，在他的内在的心海里头遗忘过去这个样子。这就叫做生命回顾了这个就是生命回顾，原本的特殊的它的意义是这个样子。那因为我们在佛法的这种学习上面大概也可以从佛陀的教导，或者说从像现在留在部派佛教里头的这种对于生死的临界点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这些事情大概也跟这个生命回顾的这个现象差不多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大概部派佛教，我们一般叫做部派佛教的这种生死问题的这种理解上面他们大概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结论。什么样的结论呢？当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他会被什么给驱动呢？如果他不是一个解脱者，最直接去影响他的来世的下一世的是什么呢？重业业党压，因那修党压的时阵他这个最后临终升起的最后的业相也被想，就是说像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有梦，有没有梦的那个相一样？那你人在临终了，那这一生的最后的那个心念叫做业相那他这个业相呢会被几种东西，就是被几种力量给决定。比如说重业，一个人呢活着的时候呢特别重的那种业，他就会驱动到他最后的那种最后一个心念，然后形成那样的相，去决定他的转世。那如果没有这种重业呢，是什么呢？是他在临终最后的时候呢现起的那个业相，这个叫做现行的业相，现起的，透过那个最后的临终的那个业相会决定他的下一世的那种生命的境界跟品质。那如果没有重业又没有现行业，那是怎么决定呢？他就是曾经做过的那种行为，那在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所以叫做惯行业，常常做的，但是不是特别强的。那如果没有重业，也没有这种现行业也不是这种惯行业，那是怎么样呢？他就是已经做过的，那他在最后的这种时刻呢升起的这种业相会决定他的转世这是在部派佛教里头有关说人在转世跟这个业行之间的关系那佛陀其实他也有讲，他讲说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你最后的心念是属于善心善念的时候，转世过去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呢？接着一样在比较容易接近人天善界上面继续去转世所以叫做临终的时候呢，你的心念如果是善的，所以后世会续善那从原本这个东方的这种对于在生命的这种生死问题的这种理解跟穿透上面，我们再来看说所以西方人因为他们比较有这种科学精神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比较强调经验的归纳而已啦，其实因为他们在很多的这些还魂者身上呢看到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很多人他都会在临终前呢，就是本来要死之前快速的进行这种生命的回顾。那不是他调过瘾的不是他故意去回顾的
是自然就会这样升起。那所以从我们刚讲，从部派佛教的或者说佛陀的教法跟这些还魂人的，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对于死前的生命状况，有某种共同的雷同的这种看法。那结果我们就从这里头得出这样的一个心得啦啊。所以呢，你活着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或者说不知道、不懂得去提炼自己的这种身口意的品质，这个叫做业。那个业其实就是自己的身口意的品质啊。那呢，形成的那种惯性啊，那种特性，它不只是影响了你这辈子的，对不对？它甚至会怎么样呢？它会直接在最后面的时候呢，影响你来世的这种转世啊。那所以呢，就会立这样的一个题目，所谓的生命回顾跟身心安顿。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要看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说，此世的身口意的行为，不只是影响到此世的这种我们会觉得幸福啊，或者说不幸、快乐或者痛苦，甚至会怎么样呢？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世。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比较自觉性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刻意的、自觉的要怎么样呢？让自己在这一趟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带着这种自觉来安顿自己的身心。那这样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你此生能够安乐，对不对？后世又可以续善。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啊，它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题目的这种缘起跟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慢慢来进行这样的思考了。我们都在一个生命的状态，对吧？那弄别的娃嘛，在过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好好去想一想，有没有？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对吧？那好像就是这样那一缸过一缸，然后碰到境界，随着各种境界而转，然后到最后怎么样呢？然后也老了，也病了，然后就可能就准备临终，然后准备转世，这样就叫做一趟人生，是吧？能够生老病死，好像我们看一般人看是这个样子。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说，这趟人生下来，自己的这种幸福或者说不幸，好像没有办法很自觉性的去掌握，好像我们都会觉得说还得业力决定的啦，或者说这是我们的命运的问题，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说深入生命的实相来看的时候，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就来探索，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用没有任何假设的也不是来自于任何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经验，来看清楚我们的生命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现在直接就这样看了如果你们那个腿会酸的可以换腿没关系然后如果你们那个有的刚下班回来，然后你们听一听，如果累了打瞌睡一下也没关系然后你如果要打呼呢，跟旁边商量就行了可以很自在因为这是一个很自在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好，那回来了，那我们来看看，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对吧？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当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是很容易回答但是其实它很简单。你看，生命就是我们经验到的，对吧？我们经验到的身体的现象跟心理的现象，所以生命其实它就是一连串随着各种因缘条件不断升起的这种身心的经验，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对于比如说这个时候身体的觉受，今嘛可能吃饱饱，有没有肚子可能胀胀的，或者觉得这个时候身体有点累，你看身体对身体的觉受然后呢，在这个身体的觉受当中呢，我觉得心里变得
不太高兴，或者说觉得吃得饱饱又坐在这边，这样感觉蛮舒服的，有没有？心理上面对于当下的状况的一种觉知所产生的那种觉受，是快乐的呢，还是不舒服的呢？我们说所谓的苦跟乐，有没有？好，那面对这个身体的状态或者心理的状态，我们形成的种种想法，有没有？念头，那个思想观念，好，那面对这样的境界，身体的状态啦，或者感受啦，或者形成这样的念头跟想法，我们会怎么样？比如说，脚酸了有没有？想动它？你看这是什么？意志，这就是我们的意志啊！你安呢？不安呢？有没有？这就是意志啊！那对于你看身体的现象、苦乐受的现象，然后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包括这种意志性的冲动，我们能够去觉知，有没有？能听我怎样？有没有？觉知这个就是佛法里头的事嘛。好，那你看，身体的现象跟心理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生命的现象，有没有？这样清楚吗？想一下，你们想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你会认为说，我们刚刚这样概括下来的，就是说，生命就是一种一连串的不断变化的接踵而起的，像流水一样的流动的身心流动变化的现象，是不是只是这个样子？或者说你认为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好，你们不要客气了哈。好，那这样，那你们如果认为说，就是这样啊，所以生命就是一连串的不断流动的这种身心经验，这就是生命的现象哦。好，那再来，那我们那这些生命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然后如实的去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那我们说想要在这样的一趟人生里头过得真正自在，你就会发现那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哦，对吧？想完后哈，你看，如果你的心灵并不是，或者说没有办法真正确认生命运转的这样的一种实相，而我们竟然想奢求说，在生命流动的过程当中获得最大的幸福跟快乐，好不好？这样行不好？你看，这样是不是真模样？这样看得出来吗？你的心灵里头没有办法全然的，或者说比较彻底的去认识这个生命的实相，但是在生命流动的过程当中呢，你竟然会想要去获得最大的快乐跟幸福，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有没有？你发现这就有点冒险了，有没有？就变成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人有没有，就像我们以前那样，有没有？那个结婚呢，有没有？刚才你都没想需要看，对吧？那个爸爸妈妈决定就好了，不知道他是行还是后，好不好？啊，然后就他们决定了，就嫁过去了，有没有？你看是不是很冒险？那你看我们在一个不太了解，面对一个未知的这种，应该叫做不知的这种状况，然后就以身相许了，有没有？然后呢，甚至会认为说，可能这样去就会有一个，我们会相信会有一个美满的快乐的人生，就这样。你看这有点冒险，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让我们的心灵更接近这个生命的实相，然后来看到说，在这样生命实际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自由的，幸福是可以被掌握的，是这个样子。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呢，好，那我们要来深入这个生命的实相了。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了嘛，对不对？生命是一连串不断变化的身心经验。然后我们又来看清楚一件事情，这个身心经验好像基本上都不是我能掌握的，看到没有？
你看呢？你不让他吸气看看，啊，你没有办法停止呼吸，你没有办法叫他不呼吸，你也没有办法叫他不喝水，有没有？你也没有办法叫他都坐着不动，啊，你也没有办法叫他只躺着不要起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光这个身体的现象，看到没有？我们面对这个认为说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现象上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哦，它也不是我们用你个体的自我意志能够去掌握的，对不对？所以它会怎么样？它要出生的时候有出生的因缘条件，有没有？它要长大，它在变化要有变化的因缘条件。然后他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孕育，要有那样适当的条件去孕育他，要有适当的条件他才能够出胎，要有适当的条件他才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有没有？要有适当的条件他才能够长大，能看到吗？所以光，你看光我们从这个身体的现象本身，你就看到说，我们一直认为说，我好像可以很强力的用我个人的意志要来主宰人生、主宰生命，这个好像就会有点出问题了。你有没有看到？我连我认为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像都不是主人。你看我们摸我们的心脏，他跳他的，你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影响。慢慢看清楚，这是身体的现象啊。那我们说，那对于种种的这些快乐的感受，或者说这些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都会想快乐，不要痛苦，对不对？但是你要发现一件事情呢，我只要我接触到这件事情，比如我接触到这件事情，那触到之后呢，这件事情不合我的意啊，不合你的意，你就感觉呢，你看你就不高兴了。甚至呢，你就会产生苦恼嘛，对吧？那碰到合你的意思的，你会觉得蛮满意的。你看那快乐的情绪，它就会升起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你在这边再看清楚了两件事情了，有没有？第一件事情是，这个身体的变化，它的出生，它的变化，它的衰老，它的死亡。好像不是我能掌握的。然后我这一辈子里头，我不断的要去追求快乐，然后我要去避免痛苦。但是我从我的生命经验里头看出来，好像不是这样。我在痛苦的时候就碰到不合意的境界的时候，我很痛苦。那很痛苦的时候，我叫我自己不痛苦，好像也没有办法。那我喜欢一直都沉溺在那种快乐的感觉上面，但是快乐好像也不是我能掌握的它好像也都是随各种因缘条件在变化，能看到吗？那我们说，那我总可以掌握我的思想吧，我的念头吧，但是你问你自己就知道了。你看碰到这样的境界，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你别这样想啦，你这样想的时候就等于那个拿石头扎自己的脚，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偏偏那边这样想，你会偏偏拿石头扎自己的脚，看到没有？那我们说我现在不要动脑筋了，我要安静下来。但是你会发现你安静看看，你看你的念头会不断的在你没有办法抑遏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你看它就不断的在那边转，不断的在那边转。白天这样转，晚上转到哪里？晚上你继续做梦，你看到都是我们心里头的种种念头、种种想。那你这边再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刚讲说，生命经验里头，身体不是我能够去掌握它。面对苦乐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多大的选择的权利。那我们认为说我是思想的主人，你这样慢慢去看清楚的时候，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观念思想的形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们被爸爸妈妈影响很大，有没有？被学校影响很大，被媒体、被书本影响很大，
所以它塑造着我们怎么样在运用我们的思想，有没有？它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认知判断，看到没有？所以光这一点哦，你看，你如果没有办法对自己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自己所运用的观念、取角、价值观做反省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所以你就是不自觉的变成你脑袋里头的思想观念的奴隶呀，有没有？所以呢，人家告诉你说不要这样想，有没有？你这样想是自寻烦恼，有没有？自找痛苦的，你会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的脑袋里头被很多既定的、已经固定化的、僵化的那些观念呢，怎么样？它控制了。所以呢，你就看到没有？所以看起来连这个思想都不像是我能掌握的，有没有？到这边有没有不同意的？好，那看啊，那你看那我们的意志就是出现在这个地方了，有没有？我们一直认为说，我可以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啊？有没有？这叫做意志嘛，这个叫做行。但是你会清楚一件事情啊，有没有？你真正能对身体的不多，你的意志对身体能怎么样呢？你顶多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大概怎么样呢？他肚子饿的时候给他吃一点，有没有？他口渴的时候给他喝一点。他累的时候呢，就给他睡觉，有没有？但是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不让身体这么好过，好不好？给他提来个餐，我今天要加班啊，有没有？然后呢，我要写报表啊，有没有？那我弄杯浓浓的咖啡啊，有没有？那男的可能就在这边弄个烟灰缸，然后拿几包烟，有没有？有没有？但我们以为说这样就是能够去行使我们的意志，但是很清楚看到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身体呢，会透过这种不恰当的运用而形成，那叫过劳或者损耗，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到没有？有没有？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某种意志啊，这个叫做行因，这个意志。那我们再看看呢？那你这个意志，你看你会是随着各种境界，它不自觉的在升起的。什么意思？你看快乐的时候，你看你就想要抓住，那是你真的想呢，还是被这个快乐的情境给引动的呢？不自觉的，你看你这个就像动物一样，有没有？我的意思说，你没有自觉的时候，我们这种意志性的行为，其实跟小狗一样状态。比如说，小狗它觉得大便是香的话，有没有？它闻到大便，它就出过去了。它看到那个它不喜欢的人，它可能就叫了，它就直接在反应。我们的意志其实没有被自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状态。你看好的境界，你看我就扒住；不好的境界，你看我们就会燃烧，我们就会抗拒它。好，那看清楚了。那所以呢，在生命里头，这已经是一个很核心的这个意志。我们一直认为说，这是最具有主体性的，最能够代表我自己的，有没有？你就看得出来了。你能够掌握它的，其实也没有多少分，有没有？马不瓦这啦，其实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如果被爸爸骂，有没有？那你自己可以不会觉得说受到伤害然后呢，自己不会觉得受到委屈，那你这就有点功利了哦，有没有？你看你的意志在这个时候是蛮独立的。那我们如果大部分的人是这样，有没有？碰到爸爸骂了、妈妈骂或同事怎么个样？你看我们会马上，我们的意志呢会马上去对抗它，会觉得自己受伤，有没有？有没有？好，那这个受伤的感觉谁决定的？那所以要去抵抗它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谁决定的？有没有？你看你没有办法自主你没有办法自主，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说，那我们有这种对于这些生命现象的种种觉知这就是叫做识嘛，能够觉知知道那你看到一件事情我知道我身体的现象，我知道我的苦乐受的现象，我知道我的种种念头，我知道我的意志性的行为，有没有？你纵使知道这些现象在发生，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转向的能力的时候，你纵使知道你嘛是不好走安暖，你还是会变成怎么样？
变成你经验到的那个境界的奴隶。哎，更何况大多数的人事实上连知道都不太知道，他就见到就直直教入去啊，那样，他是这个样子。好，来看，那所以呢，生命它是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这种身心经验，而这些身心经验，它的构成、它的升起、它的变化，好像很大一部分怎么样，都超越了我们怎么样掌控的范围之外，是不是这个样子？这边先把它认识清楚。所以佛陀说什么呢？看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啊，你看有生命的经验在发生。我们刚讲了，你看有我们的身体的现象，有没有？有感受的现象，有种种念头，有种种的意志的行为，我们的觉知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看到它怎么样？它是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升起的，随着各种因缘条件在变化的，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样如果说那个大家还不太容易有感觉的时候，看日本海啸就会很清楚啦。日本人没有一个人希望海啸过来，海啸来了，看到没有？缘起无常，就像你经验到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它是随各种因缘条件而升起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它是无常生灭的。那我们如果不了解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本质，有没有？从心里头，你看你不去了解它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那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以为说这是我的生命，这是我的经验，我要它怎么发生啊？我要它怎么变化？有没有？你会以为说，你用你那种在这个世间里头不自觉的被训练出来的那种自我意识然后呢，你想要去主宰你的生命然后甚至呢，因为你不知道事实上生命是没有办法被主宰的所以你又怎么样呢？你一直以为，你会想说不对啊，我拼命考试啊，有没有？然后我很用功，我就是因为有我的自我意志，我跟别人竞争，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那种自我你模模糊糊的被认为说你是一个有某种能量的，有某种权力的对生命这样的一种人所以你不自觉会怎么样呢？你就会像你那个可能经验到的，有没有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们假设爸爸妈妈本来是很强的人，所以呢他给我们安排得很好，那我们自己有小孩的时候也会想怎么样呢？所以呢也会想要他照着我的意志，有没有？照着我们的意志去做，就如同说你好像用你的意志在控制你一样，你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呢？把你的这种自我意志呢扩散出去，所以你也会想怎么样？不只想要主宰小孩子，有没有？你会想要去主宰先生，有没有？想要去主宰太太，有没有？想要去主宰这整个公司的环境，同事之间，看到没有？这就是一种不自觉的一种自我意志的一种扩散，但是没有真正，就是因为没有真正去看到说，其实在这整个人生经验的过程当中，生命现象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有没有？它是只能经验，没有办法控制。你看，你知道心跳，你摸着心脏，心脏在跳，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你看吸气进来，吐气出去，呼吸呢，你没有办法控制它。这样的一个聚会，各种因缘条件去形成，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我的情绪也是这个样子我的念头也是这个样子。那你如果充分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说怎么样呢？所以好像你也没有办法去行使一种很强力的那种意志，要别人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呢，你已经看到你自己啦。其实呢，你没有办法对你的生命
总体的这种生命的变化呢，你有什么样很高度的绝对的这种主宰权？好不好？看出来吗？所以佛陀会说什么呢？佛陀说：这个人生啊，这就是这种身心的现象。我们刚讲一连串的身心的变化跟流动，它是怎么样呢？它真的是无常的，它真的是缘起的，所以呢，它不是任何人的，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去控制的，想要去主宰跟驾驭它的。这件事情，你如果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就不敢融进这个大海，你会一直怎么样呢？我是我，有没有？我就是我，我就是安内，我就是安诺，有没有？但是大家想想看哦，纵使像说我们认为说，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觉悟者，这个释迦牟尼佛，你有没有看到？而今安在哉啊？他能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他那个色身，他活到81岁嘛，他能怎么样呢？古往今来的所谓的最强的这些强者或者这些圣者，有没有？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经验都跟你一样，有没有？都跟我们完全一样，都怎么样呢？他们都经验到的是无常生灭的缘起的，有没有？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这叫非我，所以不是我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流动。对不对？但是有些人，比如说像佛陀他们那种人，他完全领悟，而且怎么样呢？完全接受生命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他经验生命，而不去抓取生命。他经验他的人生的经验，有没有？而不会想要去控制他的人生经验。因此他会怎么样？他不会想要去控制别人，不会想要去主宰别人，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好像是一个看戏的人呢，这样而已啊。面对自身的生命的变化他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面对外面的境界的来来去去，他也就好像一个看戏的人这样。什么意思呢？他没有摄入，没有那个自我去摄入。所以他会怎么样呢？随着当下的那种因缘条件他会做一种最恰当的一种对待。这个最恰当的对待会变成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就叫做如实，好不好？照实际发生的状态来对待，所以叫做如来嘛。如来就是如是地，如是言嘛，就是如实。如其所来，如其所示，对不对？其实佛法在某一部分上面，我们如果撇开那些宗教信仰的时候，你会发现佛法它是很平实的。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这样讲有没有？释迦牟尼就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的身心现象，它是一个无常生灭的，这很难吗？你今天到的不是就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你看他就是从妈妈出一颗卵子，爸爸出一颗精子，然后他们结在一起了，这样叫做一颗受精卵，然后里头还有所谓的四柱，那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你看是你决定的吗？你看到不？好，纵使这样一颗受精卵产生了，有没有？那妈妈如果从那时候开始不吃不喝呢，有没有？就没有你今天坐在这边的嘛，有没有？看到没有？那妈妈的吃跟喝是吃跟喝什么呢？你看她喝水，对，她要让太阳照，然后从这个蔬菜水果那个动植物里头吸取营养素。你看她又要从这个大自然里头不断的把外面的这个营养素吸收进来，有没有？然后呢，让怎么样？让她肚子里头的这个小胚胎呢去吸收。去孕育这个小胚胎，看到没有？那这个小胚胎它能做什么样的决定吗？你刚看我你看生命是这样，它本质就是这样那我们
在完全没有自我意志的这样的情况底下，被妈妈孕育。那这个妈妈有2个意思的，有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妈妈，真正的一个妈妈，对不对？另外一个大妈妈，更大的妈妈，对不对？是天地的这个妈妈，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太阳，妈妈会被冻死啊！哎，没有水，妈妈会被渴死啊！哎，没有这个大地，那个妈妈就不见了，知道吗？那你看不看？所以生命它本身啊，它是由这个宇宙天地在孕育的，它不是任何人，不是说啊你外高有没有？然后你就能怎么样？你看像现在日本这个很清楚了，你外高，如果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就说像这样的人类的文明走到今天呢，那因为是国际之间的那种强权之间的那个角逐，有没有？所以要让他真正去反省到说，人跟大自然之间有没有？这整个的大自然在孕育着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自觉的臣服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然后不会去过度的去膨胀自己，然后去浪费这个大自然的资源，去啃食这个大自然，有没有去破坏这个大自然？但是我们大概宗教团体、佛教团体比较容易有这种认识那你说叫政治人物他们往这个方向去做决策有点困难啦。好，那我们先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看有没有？我们经验到的这些生命现象，它是无常生灭的，有没有？对不对？那你要再看呢？那这个无常生灭的生命经验，它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里头在发生，好不好？在天地之间在发生，是不是？那说天地之间呢，至少你想象说它是地球嘛，有没有？在我们说在地球上面，但你又看得出来了，地球又是在整个太阳系里面那整个太阳系又是在一个星云里面。那宇宙天地之间有现在被测出来有2000亿个星云呢。那一个星云里面有大概有2000亿左右的，每一个星云都有2000亿左右的太阳系。那我们先不要想，你这样就可以想知道说宇宙有多大，它无边无际。那我们先那么大，我们没有办法想，就把它先回到有没有？先回到地球，地球我们没有办法想，我们先回到台湾，台湾我们没有办法想，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就发现一件事情，有没有？只要这个地方的地水火风，一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有的生命都会遭受到威胁就如同你身体里面，那工地我们说你的这些营养素的那个调整不良，人工体供素带不合了，你看你会就生病了，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处理，就躺下来了，这就是生命，看到吗？它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无常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自觉，所以会想要在我们的生命经验的过程当中呢，不自觉的去投射这种强大的自我意志，然后想要去主宰，那么这个主宰性，结果呢，不只是不知道，其实通常是知道，但是不太愿意承认，有没有？或者是真的不知道，没有看到说连对自己的身心现象你都没有办法主宰了而竟然不自觉的投射，想要去主宰别人，看到没有？所以呢，所有的痛苦烦恼就这样在发生。看到没有？我们刚刚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叫做生命回顾，好不好？用你的生命去经验到，真的，你看你用你的生命，你就看到了，那是你的经验，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它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它是一种流动这叫生命回顾好，那个我们先让同学休息一下，想上厕所的上一下厕所好了好，我们开始上课。对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刚刚大概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大概是这样，生命呢它是一连串的身心的流动，而这个一连串的身心的流动跟变化呢，它是随着各种因缘条件而升起的，因此呢，它是随因缘而生的。
因为它随因缘而生，所以也会随因缘而灭，所以这个叫做无常。因为它是原生，它是无常的，对不对？所以它怎么样？它不是你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知道这个意思吗？那事实上我们要讲一个更深的结论是在这里头。你如果从心里头去看到说，生命就只是生命的流动啊，身心经验的流动，那其实实相就只是这个样子。真实的发生就是这样，有没有？生命的流动，它不是说有一个人在这边控制它，所以这个叫做无我的，无我啊，没有一个我在这边做主宰，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我们一般在整个生命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被训练成有没有？我就是我，有没有？然后我就是要这个样子，我是某某某，有没有？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被训练成以这个自我意识要去跟人家比较，然后不断的去投射那种欲望跟那种主宰欲，有没有？然后在佛法里头叫做我以为是这个样子，我是，有没有？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某一号人物，我慢，有没有？那我要怎么个样子，有没有？我欲，然后我死在推动它。那其实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心呢没有真正去认识到这个生命的实相，所以呢，结果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每个人都以他的自我做他的核心，然后开始出发，然后再对这个世间。那所以先生会想要太太来配合他，妈妈也会想要小孩子来配合他，那小孩子当然希望爸爸妈妈都配合他最好，有没有？那你看看所以每一个都变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只刺猬一样，一种了不起拄着你的去压压嘛，那你那个刺它就会张开，然后你看大家都会堵来堵去，有没有？所以就会受伤啦。生命就是这样在受伤的。不同意的举手，有没有？把它看清楚，好不好？那大家都同意，而且都会心一笑，这样很好啊。那你看到什么？这样你看到什么？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呢，别人当他气压压的时候，就是他怎么样呢？他受伤了，他有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他受伤。那他受伤呢，他不知道回到这个生命的实相来，有没有？所以他里面是痛苦的，是燃烧的，所以他怎么样？他要往外发射，他要别人来配合他，所以其实他的心是苦涩的，你看好不？那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了，有没有？你看你了解了，你就容易怎么样呢？不会随着别人的自我意志，或者别人当他的自我在受伤而升起的那种狂乱的时候，有没有？你的胃消参美哦，就这样吗？有没有？那你看，这里有牵涉到什么呢？比如说刚刚有同学提到说，你看，其实这就是禅修。这个就是禅修，禅修不是其他的，只是这个是什么？这已经是高级的洞中禅了，有没有？这就是洞中禅。那你看它有它的条件，条件在哪里呢？透过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一种很透彻的反省，自己去看到，这里你的心要给自己答案的。生命真的是无常的，各种人生的经验，它真的就像流水一样，在这边流，在这边波动。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因此呢，其实我就应该很自觉性的产生一种自觉，不要常常想去控制，想去主宰，有没有？让它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很自然的去随缘去流动。这是知见。你看，你要先建立这种无常的缘起的，所以无我无我所，所以呢，尽可能的自觉性的去消融自己的这种自我意识那这是知见上面嘛，对不对？那碰到境界呢？碰到境界就要这样修啦。所以这叫做禅修，有没有？那碰到境界我们会怎么样呢？刚开始会不自觉的升起的自己的这种强大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当自己受伤的时候，有没有？
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你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了，有没有？你觉得受伤的时候，你看我们就会那个刺猬的感觉就会升起，所以强大的嗔心会升起，对不对？像你刚刚提到嘛，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刚刚我们讲的对于生命实相的这种了悟的人，他自然是这个样子的。你生气对不？那变成说，除非是等于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涵养不错的人，他会稍微压抑一下，表现一下他的修养，有没有？我们说这已经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很好了，对不对？那如果说那一般比较生命比较粗糙的，有没有？他也想控制下来，但他控制不住，有没有？他可能就发飙啦，变成一个比较粗糙的这种身口意的这种冲动展示出来。那这怎么样？那了解这些面的，这主人，这就是众生就只能这样了。那修行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这样看出来了吗？因为我们一般的人有没有，其实都是活在一种本能的状态，以自我为中心，其实跟动物差不多，这叫做动物性。所以合意的时候呢，他高兴；不合意的时候他就痒。合意的时候快乐，不合意的时候嗔心起，就是这个意思呢。那所以就会怎么样？会随着境界而不断的流转，对不？然后就不断的受苦，然后他不知道反省，都会一直觉得是别人让他不好，世界让他不好，有没有？你看，活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头，在我们这个已经养育了，比如说养育了那个百千万年了，有没有？稍微刮风下雨，你看我们人就不高兴。刚刚看这意思，看到吗？因为它是一种几乎是完全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在过日子，有没有？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说修行它就在这个地方呢。所以修行它的目的干什么？减少自己的痛苦烦恼，有没有？超越这种动物性的生命层次。所以呢，先了解到说生命的实际在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实相，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它是缘起的，它不是我能控制的，不是我能掌握的。所以我必须要很自觉的在各种因缘条件底下，让这种自我意识这种贪嗔痴降到最低。所以你就怎么样？你会发现你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对不对？你看，建立起这样的正见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培育起对于自己的身心状况的那种觉察力，随时对自己的身心状况能够保持这种我们说觉知、关照，它就是这个东西啊，这叫做禅修嘛，有没有？那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在接触到境界的时候怎么样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当下的心怎么样在用，有没有？如果它是不会增长自己跟别人的贪嗔痴的，那我们就让它这样流出去。如果它是增长自己跟别人的贪嗔痴，让自己跟别人不断受苦的，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消融掉它。你看，这就叫做禅修好，那现在回来了，我们刚说透过这种对于生命经验的这种回顾跟穿透，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身心安顿？有没有？这样清楚了吗？因为你的身心，你看我们的生命经验就是身心的不断的流动，那它是一个无常的生灭的缘起的，所以它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在我们生命经验的当下里头保持这样的一种觉知那佛陀讲一句话是这样的，所以再怎么样呢，随时在当下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有没有看到贪嗔痴升起，见贪嗔痴，然后怎么样自觉性的就离贪嗔痴，这就是修行嘛。修行就是这个样子。那刚开始会有点难度，为什么会有难度？因为我们原本常时起是这种自我意识在做主宰的嘛。所以你会怎么样？会碰撞，会受苦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苦，所以我们才会来就是因为看到说好像很多的苦可以不用受，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学习所以我先停在这个地方。所以等于说从生命经验的这种痛苦或者说苦恼的经验，你会看到它什么呢？它是一种智慧的养料。
生命是在痛苦跟烦恼当中，生命的智慧是透过痛苦跟烦恼而淬炼出来的，有没有？这不只是我们这个样子，你看连2500年前的这位悉达多也是这样。他面对生老病死，当那时候呢，他无能为力，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不生不死的那样的一个境界，但是他去追求，他去找寻，等于说生命里头的这种无常的逼迫，让他产生一种不可抑制的这种苦恼，有没有？你看，这就是他所经验到的痛苦啊。那这个痛苦有没有淹没他？没有，他从这里头去找到出路，对不对？这样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人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头，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自觉的会去排斥自己不喜欢的。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那就是受苦嘛，而且受苦的会很没有道理。那我们刚提醒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发现一件事情，生命它是一个一连串的流动，所以你没有办法减什么的。你无法度讲讲，我爱吃这个，我就一直要吃这个，你无法度安呢，有没有？生老病死就是这么清楚，对，无常变异就是这么清楚。常常呢会怎么样？怨憎会，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事情呢，常常就偏偏碰在一起，有没有？那常常会爱别离，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的境界呢，常常呢你就要不到，有没有？那你常常呢就在所求不得当中，你看从我们的人生经验，基本上我们是在空幻想嘛，对，它是实际在发生的，这就是佛陀讲的无常啊。那没有这种自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头受苦？因为我们会投射我们很强大的意志啊，有没有？所以你就会受苦啊，有没有？那受苦干什么？看到没有？受苦就增长智慧啊。透过这个受苦，透过这个撞击，你比如像这样，我们知道这个不能打，对不对？你都不可能，你都没安那样嘛，知道吗？你就说，在面对境界，你如果不用一种智慧随顺的角度来处理的时候，硬要去跟它抗争，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在受苦嘛。所以因为无常，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种自我的无济于事，好不好？那不要搞嘛，不要难嘛，有没有？事实上，根本生命的发生不是那个样子，有没有？所以透过曾经有过的这种碰撞的经验、受苦的经验，让我们怎么样？我们才会打开眼睛啊，有没有？打开眼睛来看看说，生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受苦是没有意义的，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生命的成熟都是透过受苦而来，都是透过受苦而来。那差别在哪个地方呢？有些人受苦，但是被苦恼给淹没，他在那个贪嗔痴的火当中滚动，他没有办法超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佛陀跟我们之间的差别。觉悟的人跟没有觉悟的人，跟我们完全，你看他都是一样，是无常生灭的身心。你看他跟我们吸的空气一样啊。佛陀的鼻子也是长在嘴巴上面啊，有没有？我们的鼻子也是长在眼睛下面啊，其实我们的本质跟一个觉悟者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但差别在哪个地方呢？觉悟者他跟我们的差别，就是因为他叫觉悟者嘛，因为他觉悟嘛。他轰轰下下，我们没有那个因缘，没有那个机会去看清楚生命的实相，有没有？所以呢，就好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有没有？然后呢，蒙着眼睛，然后飞来飞去，但是呢，在这个空间里头撞来撞去，然后飞不出这个牢笼，而且呢，不断的受苦。然后受苦之后呢，又怎么样呢？又会产生很多的怨尤，然后再变成又是苦上加苦，然后就不断的在苦海当中浮浮沉沉那如果有一天，这个不断在受苦的人，他怎么样？他静下来了，他想说：我不行啊，我不能够不断的这样转啊，不断的这样受苦啊。你看他静下来，他静下来干什么？我们一般的那个，比如说世间的宗教，有没有？他告诉你说你信我了，有没有？
然后你拿香拜啦，或者是你看像中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赎罪券，有没有？你只要出多少钱买这张卷子，你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恶事情，有没有？到时候呢，上帝会算一算，然后够了就可以继续让，反正你一样可以上天堂。宗教，这是宗教啊。那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宗教，有没有？它借由人内在里头，因为他不知道生命的实相，所以呢，它产生的这种因缘与无知而产生的这种恐惧跟不安啊，利用人的这种无知的恐惧，它这怎么样呢？它来贩卖啊。那么你只要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变成一种报偿，有没有？但是你如果不怎么样呢，有没有？你怕有10倍得杠，有没有？然后你怎么样，有没有？我之前现在好像还继续在发生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碰过啊？有一个宗教师呢，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他说你们都业障很重，有没有？那呢，你如果让我打，有没有？我可以帮你消业障，而且呢，要给红包，给红包越多呢，我打得越用力，你业障消得更多、更彻底。真的就是有很多人这样相信，而且这个那个出家众呢，他还盖了一个不小的庙，知道这个意思吗？利用人因为无知而升起的恐惧，有没有？然后呢，他怎么样？就变成那种宗教上面的那种，让人会更迷惑，继续在那种无知当中，是这样。那2500年前的佛陀的教法不是这个样子啊，他让你其实生命就是这么清楚啊。你看，你只要睁开眼睛看就知道了，有没有？你只要睁开眼睛看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你老师叫你先生10点钟回家，有没有？但是他老是会大概11点以后才那个打电话给你，还不一定回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的意志，你想要去控制众生的这种意志，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不是很对劲，一切都是各种因缘条件在生灭跟变化，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所以自觉性的在我们的人生经验当中学习一件事情啊，保持觉知，然后练习怎么样呢？不去执着，不去抓取。那这样透过这样的过程，你就发现呢，我们的身心有没有？我们的身心就容易越来越安稳。那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安稳，你慢慢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呢，身心越安稳，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宁静，比较喜乐啊，没有那么多的燃烧跟痛苦。所以我们的修行不是说修给佛陀看的，有没有？也不是说修给那个上帝看的，以后请我们进天堂，其实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修行是什么意思呢？是自觉性的修正自己的身口意的这种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痛苦烦恼呢降到最低，甚至到最后呢完全没有痛苦烦恼，变成一个怎么样？你看，你就会变成一个状态啦，随时可以活得很安心，有没有？随时可以活得很自在，随时可以活得是一个解脱逍遥的人。其实这是修行的目的。所以修行它不是一个宗教上面的迷信，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如实的来在生命的经验当中学习，如实的去了知生命经验，而能够如实的去对待生命经验。你看，如果能够这个样子，你会发现，痛苦烦恼就不见啦，它就消失了，你就会变成一个像2500年前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了。什么个样子？你看到今天，比如说我们三摩地学会有没有？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主要的人都还是受到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精神的这种感召，慈悲有没有？到处去有受苦受难的人，受苦受难的地方，我们的那个同仁，我们这些那个同事就对，你看我们会把能力、把能量、把物资有没有，然后就送到那个地方，这就是一种慈悲啊。那你看2500年前的那个悉达多，虽然他的身体早就灰灰烟灭了，有没有？
但是它在这个地球世间里头流传下来的那个精神价值，你看像我们三摩地学会就在这里头继续在孕育它啊，那种慈悲的无远弗届的那种慈悲的精神。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一般比较没有去注意到的是另外一面，释迦牟尼佛本身的智慧。我们在宗教上一直会认为说啊，因为他是佛啊，那我是一个充满贪嗔痴的人啊，有没有？我没有办法像他那个样子啊，但是事实上，如果是这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就不用在2500年前，有没有？他赤着脚，然后说法，然后不断的说法，40几年。这叫一个重点，什么意思呢？2500年前的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在告诉你说，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学习，你一辈子就可以跟我一样，达到跟他一样完全苦灭，没有痛苦烦恼，究竟解脱自在的这种生命品质，行不行呢？你看想完后，我这个不是夸张的啊，你想啊，如果那时候的那个觉悟者释迦牟尼佛不认为透过他所教授的这些法，你就可以当世解脱的话，那他那么辛苦干什么？知道吗？所以不是所谓说哦，我业障重，我要3大阿僧祇劫，有没有？我要先让人家打一打消业障，然后才能怎么样？不是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2500年前佛陀的教法其实跟我们刚刚的教法是很接近的了。所以你看佛陀他第一次出来讲法叫做什么经？转法轮经，有没有？转法轮经就是转什么呢？转四圣谛呀。那四圣谛第一谛就叫做苦谛，升起痛苦烦恼，有没有？你要看到这个苦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真理呢？生命的这种无常生灭的实相它是无常生灭的苦谛。那马上你自己就会看到说，它是无常生灭的，所以我如果不恰当的执取，没有这种认识，所以投射不恰当的执取的时候，一定会怎么样？痛苦烦恼会升起，极地苦集那我们现在在讲第三谛啦如实知道它是一个无常生灭的了，对不对？所以怎么样？知道说凡有抓取一定会带来痛苦跟烦恼，所以自觉性的离断那个抓取。第三谛什么谛？灭谛，有没有？痛苦烦恼就熄灭了。好，那你看你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对这样的佛法会很难吗？四圣谛佛陀就是这样转的这是第一转。你看我们先刚开始这样听，有没有？然后这样思维，你会发现完全合理所以佛法其实它本身是非常理性，完全建诸于理性跟经验的基础。然后更重要在哪个地方呢？他看到这些理性，比如说我们的精神，有没有？然后物质整个的经验背后的那个更基础的那一部分，涅槃。好，那我们先不要谈到那个地方。那你看我们看到了生命经验的无常生灭的现象，我们也经验到了，如果在这种无常生灭的人间世里头，不恰当的执取一定会带来痛苦跟烦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自己也很确定，如果我把这种不恰当的执取灭掉的时候，我可以变成一个觉悟、快乐、解脱的人，不是吗？有没有人怀疑的？没有人怀疑吗？不是吗？那剩下来的，你看，这就是叫做建立正见。在这样的正确的知见底下，我们就这样去修行嘛，所以就会变成走在八正道上面了，有没有？八正道第一个已经建立正见了嘛，正见这种无常、缘起、无我，对。所以呢，心有所转向，不再去投射贪嗔痴了，这叫做正智正确的思维。那根据这样的正见、这样的生命的一种导向，我们这样去生活，有没有？所以正语、正业、正命嘛，所以我们就不去骗人家，不去讲离间的话，尽量不要去讲粗暴的话，不要去讲没有意义的话。然后我们的行为呢，减少。避免让透过我们的行为变成别人或其他众生的苦难，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去偷，不去盗，不去杀，不去淫，这叫正业。那所以我们我们的职业呢，就在这种正见底下，有没有？跟这种端正的行为来做嘛。
所以我们就不去贩卖军火啦，有没有？不贩卖迷幻药啦，不做那种杀生的行业啦。比如说，这叫正命而活嘛。那剩下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建立正见，又有这样的生活自觉之后，怎么样？要培育他的觉察力呀。这就是念住嘛，有没有？四念处，我们说动中禅或者静中禅，对不对？这就是四念处嘛。其实就是培育这种觉知力，就是培育这种觉察力，然后呢，培育这种觉察力，让我们在我们的六根处境，在生活的境界上面，随时可以怎么样？像刚刚佛陀总结的是最简单的，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啦，那其实就是修四正断嘛。看到自己不恰当的那种行为升起的，有没有？看恶不善法升起的，把它断掉，然后没有恶法，就是贪嗔痴没有升起，就不让它升起。那有这种慈悲心啊、觉照的心啊、善法升起，就让它增长广大那没有升起呢，就培育它升起；已经升起呢，让它更增长。你看，这就是念住，透过念住来修四正断，有没有？这个就是禅修，这个就是禅修，这样清楚吗？所以禅修不是只是光在这边，你让小大姐的胆比较贼然后整个放空之类的，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坐下来，那叫让整个身心这样松柔沉淀下来，培育新的安止的力量，有没有？有这样的安止的力量干什么呢？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面，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带着这样的觉知，去见贪嗔痴，离贪嗔痴。那到最后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所以你的心会变成痛苦烦恼很少啊，然后你的心里会有一种强大的一种稳定的力量，这叫定了嘛，对吧？那你看，那你心稳定了，在当下里头，你心稳定，就等不随着境界再转，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了，这时候就出来了，有没有？所以呢，面对一个好像原本不合意的境界，你就不一定会就升起嗔心啊，因为你心很稳定，然后你知道当下发生了这种状况，有没有？所以呢，你心不会随转，所以你不会变成境界的奴隶，能够吗？所以你就会随着在这样的因缘条件底下，怎么样做适当的对待，而呢，让自己的心都能够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就变成进到七觉知，有没有？有这样的正定，所以你心随时能够平衡。那你看，那在这个当下，你的心是完全清明的，有没有？然后没有任何痛苦烦恼，这就是所谓的禅修嘛，它就是要这个样子。好，那回来看。所以如果说你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众生，因为他没有那样的因缘去听闻这种生命的实相的这种教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你看像这种四圣谛的思维，你若不捌听过，你不要修，你绝对不知道怎么修的。那你没有建立这种四圣谛的思维，你会像什么呢？这也是像我们说借释迦牟尼佛来讲，你刚才你主啊，你主要落在头壳里的随地里狗嘛，等于说你的心呢会随着各种境界一直转，有没有？那你如果你看你懂得透过我们的生命经验看到这种无常生灭的现象，在无常生灭的经验当中，你看到我们自己的贪嗔痴的投射所带来的这种苦难，因此呢已经清明到说，所以我随时可以把我这种生命的苦难给停止，只要我不再投射贪嗔痴。所以我如果要过成就生活成一个解脱自在的人，我只要随时能够保持对自己的身心状态的这种觉察，然后见贪嗔痴离贪嗔痴，直到呢随时都有可能贪嗔痴永断，有没有？就变成像佛陀他们那样的人呢。我这个不是轰大家的这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这样讲啊，你如实了知这种身心现象，所以叫做即身观察。就说在咱的生命经验当中，随时这款观察什么？它是无常生灭的嘛，它是缘起的嘛。所以你随时可以自觉性的断除贪嗔痴啊，即身观察。你看，透过自己的自觉知，随时你都有可能体验到这个痛苦完全熄灭的这种涅槃境界啊。所以即身观察，源自觉知，不待时节，好不好？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你说你要来听我的，他没有这样。你要我怕，你这样我都去消业障，他也没有叫我们这样啊。
他反而是叫我们怎么样呢？张开眼睛，好好的去看清楚你所经验到的这些生命经验，它到底是什么？好好的去看清楚我们的痛苦烦恼到底是为什么而升起。这样看到了吗？所以好，那我们这样看啊，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个生命的实相，他就会一直活在一种恐惧跟不安当中。看到吗？因为我们为什么？因为会一直以为有一个我啊，你看你就心没有办法整个敞开，你没有办法敞开在这个法界里面，怎么样？所以怎么会解脱呢？不会解脱，你的痛苦烦恼就没有办法熄灭，这样看到吗？所以正见是这么的重要，所以武则天那句话很好的啊。这种其实如来法就是无上甚深的微妙法。我们今天这样的因缘其实都不是很简单的啦。其实你看我们说芸芸众生啊，然后这样不断的这样流转，到哪个时候在哪种因缘条件底下才会真正去张开这个法眼，建立起这种对于生命的如实的觉照的这种正见呢？就这种四圣谛的思维，有没有？所以佛陀这样说，他说如果没有善业，其实很难接触到正法，其实几乎是不太可能。没有善业，你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当那个林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当然乐于这个样子啊，乐于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那个佛法一些修行经验上面的这种分享因为真的是给我机会嘛，所以我刚跟大家讲说，真的谢谢大家，这不是客气话，这是真的谢谢大家好，那再来，所以你看，如果说没有建立起这种对于生命实相的这种了知，你看他的痛苦烦恼永远不可能熄灭。那他没有这种正确的这种了知，他就会怎么样呢？他会不自觉的去对外投射，他会不断的去攀缘。但是不管他怎么攀缘，攀先生也好，攀小孩也好，攀事业也好，有没有？攀银行存款，不管你怎么攀，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心还是会不安，还是没有办法安心，没有办法自在，有没有？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活在假象里面，知道吗？你活在假象里面，活在自我里面。那你看到一件事情呢？你这个我们说我们人的这个自我，其实有点像怎么样呢？那个比如说一只螳螂有没有？他以为他很有力，有没有？他那个想要去把这个墙壁推倒一样。螳螂挡车，有没有？我们看螳螂挡车就会觉得很荒谬，但是你看我们自己的心，看到没有？我们好像就有螳螂的那两只自己以为很强的那两只手背，有没有？我们要去阻挡，要去抗拒这整个法界的这种流动，有没有？我们要去阻挡，要去抗拒这种缘起跟这种无常，然后要活在自己的这种假设的这样的一个你认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里面，看到没有？这就是所有苦的根源。所以这个苦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自我。那这个自我是什么呢？用佛法来讲就这个就是无明。这个就是无明。比如说你看原本还没有成佛时候的那个悉达多，他也想要去抗拒这些生老病死啊。但是他到菩提树下的时候，有没有？还没有到菩提树下之前，你看他先学打坐他可以到那个四禅八定。那发现出了禅定之后呢，还是会苦恼忧愁升起。然后他离开了他的老师呢，他就去修苦行，他修得很厉害，有没有？但是呢，还是受苦啊。为什么要这样挑哈？你的自我没有融掉，你活在无明里面。那他发现这样都是苦啊，他找不到出路了，有没有？所以怎么样？也不苦行了，有没有？接受人家的供养，渡过泥莲河，再到树下去，告诉自己，如果做下去，我这一做没有办法解脱，我就死在这个地方。我想那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悉达多已经有点忧郁症了，他绝望了。
你如果深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心灵是绝望的。但是他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看他是用整个生命在追求真理，所以他变成说好，那如果全部失败了，对他来讲这样生命没有意义嘛，所以我就死在这个地方算什么呢？有没有？所以他整个都松下来了，他不再去抗拒了，有没有？那他就慢慢观察，哎，为什么会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因为有生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生的现象呢？因为内在里头有这种有序的冲动啊。那为什么有这种有序的冲动呢？因为里面孕育着强烈的这种自我的执取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执取呢？因为来自于贪爱呀。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贪爱呢？因为来自于曾经的这种苦乐受啊，就是乐受啊，比如说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乐受产生呢？你看我们的经验很清楚，都来自接触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触的可能性呢？因为有六根啊。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呢？因为有名色啊，有没有？有这样的身心啊。比如说你看，那我们把它退到我们直接这样想，你看它要有一个在里头的那个像妈妈肚子里头那个胚胎啊，那就叫做名色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色呢？就发现要有四柱啊。那为什么这个业识会去助着呢？背后有一个能量在推动，心因行。那这股能量为什么这么骚动呢？看到没有？他就发现了，能量就只是能量啊，但是呢，你如果不如实知的时候，以为它怎么样？这是我，以为有我就变成无明行，有没有？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那这个时候悉达多完全解开了，这就是生死流转的关键啊。因为无明，有没有？所以呢，把这股生命的能量呢，好像就抓在自己的手上这样。那结果呢，碰到境界呢，不断的去抗拒，然后抓你要的，抗拒你不要的，有没有？然后这样就不断的在活着的时候，就不断的在境界当中浮沉，这就是轮回了嘛。然后到最后呢，也是随着最后的这种业力，有没有？还有转世。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就看到这个了所以他就把他，因为他看到，那他有强烈的这种解脱的欲望，怎么样？所以他当下的这种自我意识就完全不见了，所以他就解脱了。解脱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知道吗？有没有？他还是这样口狼啊，但是他的心灵完全不一样了，有没有？他原本是有所追求的，原本是紧张的，我们可以去想一下。那这个时候你看，他听到的小鸟的叫声，然后他闻到的那个草的那个香味，有没有？然后那个空气中的那个水汽，然后那个露珠，有没有？你会发现，我在想啦，觉悟的时候的那个悉达多，有没有？他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快乐所以那个经典上面有记载啊，他这一棵树在这个树下坐7天，在另外一棵树下再坐7天，在另外一棵树下再坐7天，他在享受他的解脱之乐。但是他看到说，他佛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人间世里头，比如说你看老子也是一个解脱者，庄子也是一个解脱者，有没有？但是呢2500年前的这个悉达多，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释迦牟尼佛，是他后面的原因。他把这种解脱之道，有没有？完全请他所有的生命能，有没有？把它留下来。王子他也不当啊，有没有？他也不是自己只是在那边享受那个解脱之乐啊。他赤着脚，有没有？开始这样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层一个层层，这样一直把这个四圣谛的法轮这样一直转，有没有？他就是一直这样在说法，没有我们这种地方他常常是睡在树下，有没有？只有到下安居的时候才有地方住啊。那平常一直走，一直托钵住树下，有没有？然后一个聚落一个聚落这样在做。所以你看到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三摩地学会一样是受这种精神在感动啊，看到没有？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无限的这种慈悲。那佛陀那时候他已经离了，等于说他就是用他的智慧在让世间人离苦嘛。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在所谓的在这种布施道上面，佛陀会这样讲啊，法师是最上的因为等于透过法让众生能够觉醒，他的痛苦烦恼完全断除了
所以这个法到今天你看继续这样可以这样转动。那我们三摩地学会里头很重要的是去承续的佛陀的这种慈悲济众的这种心嘛。那林老师他们呢就希望说，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对于这个佛陀的这种法然后也能够让我们那个藉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样就能够真正变成叫做两足尊透过这种布施，然后这种慈悲，去培福，然后以这个做基础，我们又培育的这种无上甚深的这种四圣谛的智慧。佛陀是要我们这个样子，他不是看要奴役别人的人，他不是像我们说你们只要做好事就好，有没有？然后那个法不法你们不用学没关系，不是，一定是在善业的基础上面，随顺可能的因缘条件里头，有没有？他就一定是想办法让我们觉悟嘛。那你们这样想一下有没有？其实我刚讲说，在经典上面讲佛陀的觉悟看起来从这个12缘起有没有？你们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是这样讲：本来呢，那个悉达多他就是以为自己是一个波浪嘛，他就是一个浪，有没有？一个生命之浪，他以为这个生命之浪就是他一个浪，波浪我们那个讲最后一个波浪。然后他在菩提树下就是什么意思呢？他突然这样看，原来是海水。这个波浪的本质完全是海水，所以这个叫无我，知道吗？所以苦就灭了，就是整个的法界的能量的流动。咱讲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整个宇宙的能量在那样的因缘条件底下的升起嘛，好不好？但是虽然波浪升起，你看都是海水整个都是海水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它没有无明没有自我自我不见觉悟嘛，这个就叫做觉悟那佛陀因为知道这个美感，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先观察生命。你如果没有办法直接这样的时候，你看你今天到的是无常生灭的现象都是缘起的那怎么会有我呢？你敢不信？所以我们刚讲说两个方向，有没有？一个从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角度然后用你的生命经验这样去体会，那你就会来到这样的一点。透过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看到的是无我，但是你的心有没有？你的心有没有办法真正契入这个无我的这个法界？这就是一个问题啦。能够立为度，能够就叫开悟嘛。能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盐娃娃有没有？这样知道那个盐娃娃的故事的吗？你看，我们都是一个盐娃娃嘛。但是咱弄呢？咱在游山玩水有没有？然后我们是一直往沙漠走，有没有？要到沙漠的地方有没有？然后虽然我们很口渴，对不对？然后要去找那个可以让我们觉得那个很舒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全身都是盐巴，我们是一个盐娃娃。那他有一天走走，他很焦渴走到，因为他要解脱嘛，走到那个大海边边的，看到大海的这整个壮阔，你看到什么吗？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自我面对这整个宇宙的广大，有没有？你看那里头的那个震荡。但是因为这个盐娃娃呢，因为他苦已经吃够了。那你是谁有没有？大海，你看他随时他本来就在那边本来就在这边准备去接纳他呢。来，你到我这边来玩一玩。一进去就一直融掉了。你看那个自我，有没有？那个自我，你看他就越走越深，他就那个身体就不见了。我们说那个自我意识就不见了，有没有？所以他后来他就说了我终于有没有？然后快乐的认识了我自己了。跟菩提树下悉达多的经验用这样的一个寓言来说明，它是完全一样的。菩提树下的悉达多
认识到自己的，认识到自己是没有自己的啊，就像一个盐娃娃，有没有？它融入整个海洋一样，所以它很快乐，这叫解脱嘛。这样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总结了，对不对？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去得出了看到说生命经验的这种无常生灭、缘起无我、无我所，所以懂得自觉性的在往后的这种人生境界里头，随时觉知到自己当下的起心动念，然后去见贪嗔痴、离贪嗔痴。那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决意，持续不断的，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通达像佛陀他们那种究竟觉悟的层次，因为这是佛陀走过的路。所以我们不只是能够在此事里头有没有去安顿我们的身心，而且怎么样呢？能够自觉性的去超越这种身心的运作，融入整个法界，有没有？融入那整个真理的大海里面呢？你看那个苦就彻底熄灭。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没有的话，那就这样了嘛，是不是？你们那个不用这么严肃啦。生命它是一个分享它是一个分享，而且特别是佛法它就是要觉悟。那你不可能在一个紧紧的心当中去觉悟，紧的心怎么觉悟？有没有？所以我们这可能是第一堂课，那我们下礼拜你们可以更轻松的随时提问题。好，那谢谢大家了。